最近我表达对巴囧跟闽南人中毒的看法，但是我还是会想要知道其他人怎么看这件事。今天有一个来宾 Hello， 各位观众好，我是炯炯。那你怎么看这件事？你是问我要站队哪里吗？好，我先讲说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去相信谁不相信谁，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根本一点都不重要。首先我有看巴囧，然后我也有听闽南郎的歌。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当然倾向于相信说这两个人是好搭档，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然后在事情就是跳反的事件爆发之后，我发现在讨论区上，主要是同温层内烧起来，然后经过了这么久了，大家还在讨论谁真谁假，或者说我们现在应该相信谁这件事。那我想要试着去提醒大家，这件事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重点是什么？那闽南郎他到底是本来就是一个间谍，还是他在726失望了之后被人家策反？然后巴囧的这个真实意图是什么？他是否也是一个间谍？然后他是不是有刻意去霸凌跟欺负钟明轩？这件事其实不重要。我们在分辨这个时候，如果你硬要去判断是非的话，应该是回归到说，当初这些人获得声量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因为喜欢这些人才跑去反共。当然，我们有可能有一些人本来没有任何概念，从他这里得到了重要的资料之后，我们选择了自己应该觉得要去相信的立场。可是最开始起源的，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对台湾好，我们想要为台湾好，然后我们才决定的是现在反共非常的重要。那既然大家现在的精神都还是反共的话，那巴囧是不是还在反共？确定嘛？对不对？因为这些花边消息是没有办法去抵过他之前做的贡献。他确实跟闽南郎也是合作了这个统战纪录片。那闽南郎呢？其实他到底是在哪个阶段开始跳反了？不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在追星，我们不是在决定说谁是最值得信任的那个偶像，然后选择带继续100%的要听信谁。那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件中闽南郎做的事是不是对于霸团或是对巴囧本身的形象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我相信你思维正常的话，你一定会说是一定。那黑素之前也有拍片有分析过了。那我们再去分析说任何一个人他做的行为反映出来他是什么立场的话，我们不是去看说这个人的过往有什么历史，或是说他跟谁有纠纷，因为其实每个团体他都有很复杂的结构，然后每个人人际关系每个人跟不同人的互动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求一个100%人际完美的圣人，可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的时候，谁对我们的目标是有利的，而谁在伤害这个目标可能会达成成功的几率。那闽南郎无疑是在伤害。所以那这样很简单了。我们今天如果说你硬要去切割或是选择去站队的时候，你要判断的是，那我今天不想相信他了，那随便，其实你要不要相信他无所谓。但是这件事从来都不是应该我们去讨论的重点，而是那就快点前进去达成我们的目的就够了。我甚至觉得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去考虑去讨论真相到底是什么。对，而且你没有办法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但是他做的事情的后果对谁有利益，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对，而且不只是这个人，我觉得在台湾我已经看到一种现象，是网红，也不是每一个网红，但是有一些网红有一样的现象，是他们原本是非常的支持台湾主权，是为台湾发声，然后突然开始一直表达对台湾的不满意。对，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原本在做反共，他们在一直强调跟宣传中共对台湾的危机，然后突然这个声音就消失。台湾有内政的问题，当然是有，但是内政的问题跟中共的危机有办法比？当然是没有办法比。对，就是你的房租高是一个问题，但是跟中共对台湾的伤害是完全不一样的程度。所以那些人刚好是突然沉默，没有说中共，刚好那些人也开始对国内攻击，基本上是攻击民进党，最可怕是攻击反共的人，比如说你跟我，然后有一些人是专门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明显的现象。我觉得闽南郎之前我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但是闽南郎这件事，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就是已经看过，反反复复，好像这个是类似的剧本，一直不断的上演。对，这件事就是像曾老师本来是反共，一直在反共，他当然是讲一个故事，他说因为我是被攻击，我被攻击之后我就是要反击，但是你的频道本来一直是反共，然后突然某一个时间
间点，你开始反民进党，跟一直攻击一些在反共的人，金鸟啊，什么炯炯啊，什么黑术士啊，他最喜欢攻击就是波特湾。为什么？因为波特湾的流量是比较高，因为他是反共意见领袖中声量比较高的人嘛。对，没错。然后不只是他，馆长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吗？对，他本来是反共反红媒体啊，突然就变成我对台湾政府不满意。台湾政府不满意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讲，但是为什么突然消失这种反共的声音？所以我感触很深嘛。但是他们不会讲很明白，他们不会说你一定要帮中共讲什么。他们会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讲中共？就叫你不要讲。先叫你不要讲嘛。那我知道之后答应他们之后就会变成这样，之后就是乖乖的嘛，之后就来叫你要讲什么。我觉得也是蛮妙的。中共对台湾没有怎么样的危机吗？这件事的确是蛮诡异的。为什么突然完全改变？因为他们讲的故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是根本不符合逻辑，是根本有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共在威胁台湾，不是民进党发明的，或者不是我们反共的发明的，是事实，是他们自己说的。我们都看到他们在军演啊，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10几年的事情。而且我们本来反共的 YouTuber 也没有那么多，然后突然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突然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也不会明确说是我的立场变了，有可能是我今天突然回头过来，我反共，我开始反杀这些本来反共声量大的人。那其实这非常需要注意。因为他们如果现在去反共的话，那受害的是谁？有利的是中共嘛，因为你现在在遏制他这些本来有声量的反共网红，你不管你是对他做人格抹杀，还是说扯出他的花边新闻，那我觉得这一系列操作，不管你说陈老师也好，林兰郎8·9事件也好，虽然我觉得在这个我们的政治同温层之外，它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你说突然贴一个非常负面的纳粹标签给在8·9身上，那在做什么？第一点，极大的打击士气。我们追随着这个人，我们信任的这个人，我们好像相信他虽然我们就算没有他也会反共，但是一个反共网红，结果他的有这么大的瑕疵，爆出一个这么大的争议，对于这个我们在散播这个议题的时候，它的力度会极大的减少。那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不会动摇立场，但是这士气会非常的杀。然后再来第二点是什么？你看吵了这么多天，大家的精力都跑到哪里去了？浪费时间嘛。我们的这个霸团志工现场陆战非常缺人结果大家都在网上吵架，都还在像追偶像剧一样的在吵这个怎么发生什么事，非常的drama。但是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啊。本来也是觉得8·9，我觉得是很明显的是开玩笑，但是有没有真的很喜欢纳粹这件事也是不重要。我不管8·9是怎样的人，因为我管的是他在干嘛，他是在拍一些帮助台湾的影片，我觉得是，所以这个对我的国家有帮助，有。重点从来不在这个人，而是我们认可他的行为。这件事的伤害，我觉得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有影响到8·9本人，但是有影响到罢免的团队，但是也是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反共的人。因为我已经被贴标签，我也被啊，就是留言就直接讲说你这么法西斯者的人不用信。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件事对整个社会的信任度有关系。虽然当然这件事也不是大家都在，所以那就是你看嘛，就顺了老共的意嘛。他们已经写脚本，然后我们就是在演戏这个脚本。而且如果只有看台湾，你可以觉得可能这件事我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在台湾发生而已，这件事情在香港也已经发生过。香港不是解放军打的，我这边香港人也是不断的在跟我讲他们之前发生都是一样的，分化极端派，分化中立派，而且他们有时候是自导自演。那当时的香港意见领袖就是被分化的乱七八糟，到时候搞来自己人打来打去，就不用去一致反共了。对，还有美国川普也是被美国人打的，然后这件事情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中共一直美国人也在觉得说川普是独裁。对啊，但是你的体制都还在那里，那怎么会有人变成独裁？而且他已经有上任过，然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怎么是独裁？他也下台啊。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就没有。现在可能有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再来是中共的内斗有一些新的进展了。对啊。如果你觉得我拍这样的影片，我讨论这些议题对台湾社会有贡献，你可以考虑当我频道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讨论区的平台，所以可以跟我或是跟其他的会员讨论这些议题。所以你们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我也会想要知道你们的想法。非常感谢炯炯今天过来受访，谢谢你，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